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云淼，布局天下，世间权贵皆为亲。100年前，他把明宅九霄云阙交给傅家打理，现在云淼重回江南，准备收回九霄云阙。而此时的傅家早已成为江南首富，富可敌国。云淼小姐，我们到了，这就是傅家的祖宅九霄云阙。阙叩门。你们也是来给神兽大人做饭的名厨？名厨？请跟我来吧。云淼小姐，他说的神兽应该是傅家的镇宅神兽。镇宅神兽？是啊，我一直以为是个传说，没想到是真的呀。而且据说傅家的镇宅神兽庇佑傅家100多年，还带发了傅家的少爷傅云深，因此傅云深气运通天，纵横江南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子嗣难求。神兽大人近日愈发苍老，食欲不佳，我们傅家上下结成供奉，神兽大人还是不肯进食，因此特招全国各地的名厨前来。全国的名厨？傅家不会是江南首富，大手笔。2位若是能做出神兽大人愿意品尝的美食，我们傅家绝不亏待。这是100年前我的记忆。小姐，这小狗与我有缘，我便渡它一起。走吧。原来是他。他还好吗？神兽大人不吃不喝已经7天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纵是神兽也撑不住。不吃不喝，怎会如此？这些日子，我们傅家上下什么法子都想了，就连少夫人都挺着孕肚去城外的庙宇为神兽祈福啊。去。哪些骨头来？啊，骨头？那不是给狗吃的？是，云淼小姐，我现在就去。那小姐，先随我去厨房吧。九霄云阙极大，万一迷路了，会很危险。不必，这里我很熟，不会迷路。小姐，那边是大厅，你走错了。神兽大人，世人都说我傅云深乃江南太子爷，杀伐果断，手眼通天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不过是您养大的孩子。当年太奶奶去世，傅家风雨飘摇，是您庇护着我，才能让我活到如今。而现在您已绝世7日，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您受苦。神兽大人，我求您，以您养子的身份，求您吃点东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太奶奶，云深究竟要怎么做呀？云深哥。
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听到神兽大人发怒了。没事。神兽大人，这是老糊涂了吧？我们傅家上下每日供奉文安，他怎么能杀你呢？啊！清月，你也是我傅家养女，受神兽恩泽，怎敢如此不敬？神兽大人，乃是我傅家至高无上的存在。清月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都是我的错。云生哥哥，奶奶，你们都不要生气。我不希望再有下次。云深，没事吧？怎么能成这样子呀？姑姑，通知那些名厨，谁做出的食物，神兽大人哪怕愿意吃一口，我傅家都可以满足他的一切愿望。小姐，你走错了，这里是……这位小姐姐好漂亮啊！这般惊艳，好似仙子下凡一般。好重的血气！管家，这女人是谁呀？怎么让她闯进来了？她是来给神兽大人做饭的名厨。名厨穿成这样，哪像是来做饭？这个贱人肯定是冲云生哥哥来的，没想到有了那个好运娇妻海伦，又来了个这么个。既是名厨，就去厨房好好做饭，只要神兽大人满意，我傅家必有重谢。我不会做饭。不会做饭？那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傅家九霄云雀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来的。谁说九霄云雀是傅家的？说什么？此事晚点再说。你先带我去看看大黄。大黄，也就是你们说的神兽。混账！谁给你的胆子，这么侮辱神兽大人？这位小姐，你放肆了！在我傅家的地盘，你要谨言慎行。看来这个新对手没什么脑子嘛，比黎初浅那个白莲花贱货好对付多了。是，把他赶出去！奶奶，也是舍不得你，你别走。傻孩子啊，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态，除了小姐，谁又能逃得过呢？大黄啊，小姐让我们看着九霄云雀，等他归来，我恐怕是等不到他回来了。以后的事啊，就拜托你了。还有，我这重孙子，就托付给你多多照顾了啊！孙子，大黄啊，我真羡慕你，要是能像你一样长寿，就有机会碰到小姐了。小姐呀，我想你呀。太奶奶，太奶奶！是啊，云生哥哥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快把这个女人赶出去！她居然敢对神兽大人不敬！是啊，云生，这个女人她……够了，都安静。你到底是谁？云生哥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他可是在羞辱神兽！说了让你安静，你听不见吗？傅家倒还有个聪明的，你带路。有多少年没人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？可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女人的话不能违背？好。这个女人肯定是冲云生哥哥来的。奶奶，慕柔，你们说云生哥哥这是怎么了？连这个女人冲撞神兽都不计较，难道不会真是被这个女人迷住了吧？有可能，
那个女人长得清丽绝伦，倒是我堂哥会喜欢的类型呢。妈，云生他这可是浅现在可还在城外寺庙里啊，挺着大肚子为神兽大人祈福呢。他这样，我们傅家3代单传，云生更是绝嗣体质，好不容易让浅浅怀上，这事儿要是传到浅浅的耳朵里，不行，这事儿我必须得管管。是啊，奶奶，云生哥哥肯定是糊涂了，居然带一个外人去见神兽。神兽大人年事已高，万一气大伤身，有个好歹，我们傅家全家死了都没办法赎罪的。哼！你出钱那个贱人！当初我给云生哥哥下药，居然阴差阳错让他一夜怀孕，现在还来了个比他还好看的女人，不行！我绝对不允许再有人来跟我抢云生哥哥！到了，神兽大人年岁已高，不得不在这神院阵中休养。若无要事，不会出来。临走前，再教你一种阵法。这是神院阵，九击渠中，对你修炼大有裨益。还可以延年益寿。你也想学？那大黄，我们就一起努力，说不定靠着这阵法，还能一起守到小姐回来呢。大黄，久等了，我回来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疯了吗？竟然敢激怒神兽大人！云生哥哥，快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！闭嘴！这里还轮不到你们做主。这里还轮不到你们做主。妈，你快别说了，表哥发火，我们下个月不就被赶出去喝西北风了吗？哎呀，都是一家人。云深啊，我们也没有针对你啊，就是气这个女人，她怎么敢激怒神兽大人啊？云深，神兽要紧，这个女人不能留。快，少爷，他们都到了。福少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这8位名厨各自彰显一身数学，川湘浙鲁闽粤徽苏8大菜系各选1道，色香味俱全，请神兽大人品尝。太香了，真不愧是名厨，色香味俱全呀！试吃。哎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对不起，这太好吃了，我就没忍住，多吃了几口。今天的菜一定行，这菜品就是神仙吃了都会胃口大开的。好，快呈给神兽大人。神兽大人，我们为您准备了许多美味，请您吃一点吧。你们不必白费力气，大黄喜欢吃的，我已命人准备。玉妹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小姐，赶到菜场的时候有点晚，就只有……不过我运气好，最后一点肉骨头都给我买到了，您看行不行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拿菜市场的肉骨头去喂我傅家神兽？疯了！你们就不怕神兽暴怒把你们撕了吗？大逆不道！
简直大逆不道！云美小姐，这什么情况？大黄，开饭了。神兽大人竟然主动出来了！神兽大人，神兽大人。肯定是被这些美味佳肴吸引出来了。老天保佑，神兽大人终于肯出来吃东西了。快把菜盛上来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多美味佳肴，神兽大人还不满意吗？8大菜系的魁首和我傅家收藏的顶级食材啊，这些都不满意，这神兽大人到底要吃什么呀？不可能啊！这8道菜，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要狼吞虎咽，这怎么会？小姐，大火天过来了。骨头给我。这女人失心疯了吧？神兽大人连这么多美味佳肴都不吃，他居然拿个肉骨头喂他。他怎么敢？他难道就不怕神兽大人？云小姐，你快住手！神兽大人自绝食以来，性格暴戾，你如此不敬，他真的有可能撕碎了你。云美小姐，大黄，吃吧，这是你最爱吃的。抱歉，是我回来晚了。这么多山珍海味，神兽大人都不吃，他只拿了一碗碎骨头，居然……这个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大黄，这些年辛苦了。大黄，你的职责已尽，安心去吧。神兽大人，真是舍不得这位云小姐。神兽大人放心，我傅云深这一辈子都会护这位小姐周全。神兽大人，神兽大人，神兽大人，神兽大人。没想到生老病死，就连神兽也无法摆脱了。唯有云淼小姐您，才能超凡脱俗，长生永驻啊！长生永驻。这是执念吗？奇怪了，傅家又没死人，怎么会有执念呢？一尸两命，邪法锁魂，不入轮回。这般凄惨，难怪执念如此。
感谢您帮神兽解毒，可否请您暂住1晚，待我们处理妥当家事，定有后报。暂住。这九霄云雀本来就是我，大黄已去，你们也该还回来。云淼小姐，我们见你任神兽大人解脱，但这傅家走宅怎么可能是你的？是啊，你这话未免太荒谬。云小姐，此事体大，待我和我妻子出浅商议一番，可好？这怎么一听到他的妻子，就这么……房间在哪儿？梦柔，带云小姐去内院厢房休息。云深，你不会真要考虑叫出九霄云雀吧？就算是为了答谢神兽之事，那也不必。姑姑，你还记得太奶奶在世时说过我们傅家是怎么起家的吗？当然记得。你太奶奶跟了一位神通大人物，其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指甲缝里漏了一点点，便铸就我们傅家江南首富100年基业。其实小时候，太奶奶和我说过这位大人物的秘密。哎呦，我的孙子！太奶奶，您最近总是念着什么小姐小姐的，她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太奶奶老了，总想着以前的事儿。小姐呀，是我家主人，她游走世间，见证红尘烟火，却又不沾一丝烟火味儿。哇，那不是神仙吗？神仙吗？但小姐身上又有一丝人情味儿，或许她已经到了谁也无法理解的境界吧。哇，听不懂，但是感觉好厉害啊！这样的神来我们人间是为了做什么呢？太奶奶也不知道，只是隐约听小姐提过，她在布局一盘棋，一盘前所未有的大棋，她称之为天道局。哎，你不是经常去大黄那边玩吗？你有没有看到那扇门啊？太奶奶，您说的是那扇贴着封条的罐门，一碰就放电，撕也撕不掉，根本就进不去吗？那个呀，是小姐亲自设下的封印，只有小姐到来，她的气息渗透九霄云雀，那扇门的封印呀，才会在3日内渐渐解除。这么神奇，那里面有什么呢？那扇门之后，有小姐封存的记忆。她说过，有朝一日她会回来取走那份记忆，到那时，也就意味着天道局到了最关键的时期。等，云山，你不会想说，太奶说的那个小姐已经出现了吧？我也只是猜测，不敢置信。但从目前来看，这位云淼小姐很有可能与太奶奶口中那位大人物有关。你是说，她是那位的后人，带着使命而来，所以才会张口就要咱们的九霄云雀？我不清楚，也许是后人，也许压根儿无关，也许我不敢想。总之这件事儿必须要查。怎么查？如果我没看错，他身边那个跟班应该是江城周家的少爷。哎，这个点儿云淼小姐该沐浴了，去准备山泉水，务必是山巅的泉眼，或者极寒冰雪融水也可以，免得伤了云淼小姐的冰肌玉骨。还有，
云淼小姐沐浴了以后要更衣，等闲衣物根本不配出现在云淼小姐的身上，必须是最顶级的手工旗袍，顶级织物，天蚕丝火换布。你怎么就知道啊？说话了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听清楚了，该干嘛？我马上去。还不快去！哎呀，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？这怎么能伺候得好云淼小姐呢？哎，要不说好大奴是我，还得舍我其谁？周少，什么事？周少，我有件事想请教。听说周老爷子曾经是……这事儿啊，没错，我爷爷曾经就是云淼小姐的，只不过现在传给我爸。居然是真的！哎，我悄悄跟你说啊，我觉得我爷爷传给我爸传的就不对。我爸年纪大了，又是个粗人，哪会伺候人们，就应该直接传给我。不是我说，我在当奴才这一块，我虽然没入行多少，但是我干一行我就爱一行。伺候云淼小姐主要讲究什么呀？那叫一个眼勤手快。玉营八大家听过吗？玉营八大家安排了多少人来伺候云淼小姐，有用吗？没用，在我面前都不够看。哎，什么？云山，事情问清楚了吗？周老爷子确实是那位云淼小姐的奴，而且周家这位少爷似乎当奴才当得深感荣耀，生怕有人抢了他奴才的位置。这怎么可能？周家也是豪门世家，堂堂周家少爷居然给别人当奴才还当得这么荣耀，这云小姐的身份得有多高啊？这样吧，等出险回来再决定是否交出九霄云诀。另外，派出人手打听这位云淼小姐麾下的奴，我想看看她究竟有多少奴才。阿弥陀佛，云施主，7日参拜已过，明日你可以回去了。多谢住持大师，这些日子多亏了大师照顾，初见感激不尽。阿弥陀佛，云施主客气了。那就让贫僧陪你守完这最后一夜吧。有劳大师了。回来就好。哎呦，哥嫂，你们都结婚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腻歪啊？还叫副总呢，这也太娇气了，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不是让你去伺候云小姐吗？哎呦哥，不行啊，那个云小姐的要求实在太多了，太难伺候了。你在说谁啊？是家里的贵客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让你查的事都说一下吧。按照少爷您的吩咐，我们目前已经查到了玉营八大家，继续往后查的话，我们还查到了几百年前的水三家。那我们一定要伺候好云小姐啊！我倒也想啊，可是这位云小姐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，
我根本就满足不了他，我就是个废物。要不让我去吧，让我去伺候云小姐吧。初浅，你现在有孕在身，怎么能做伺候人的事儿呢？副总，我只是怀孕了，又不是干不了活了。而且你知道我的，我很擅长伺候人的。副总，你就让我去吧，好不好？您就是云淼小姐吧？您好，我叫黎初浅，是副总的妻子。先前是我们傅家招待不周，今后就由我来服侍您吧。您出身高贵，向来品味也是极好的，所以呢，我特意为您准备了这些东西。云小姐，您看，这是为您特制的上品旗袍哦，还有这些点心，都是御前糕点师特意为您制作的。至于茶品的话，我特意为您选择了这款极品大红袍，还希望您能喜欢。我不喜欢使用邪术之人。邪术？云小姐，您在说什么啊？你为了怀孕使用邪术，以致你姐姐一尸两命，不是吗？云小姐，你说什么？你们先出去。云小姐，您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是，我姐姐是去世了，可那是因为心脏病。至于我姐姐，她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，她怎么可能怀孕？而且您说的什么一尸两命，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云小姐，浅浅是我傅家的孙媳，而且还怀我们傅家的子嗣。邪术反噬，你们都得担着因果，轻则残疾，重则殒。云小姐，我不敢对您不敬，但初浅是我的底线，她是我最爱的妻子。最爱的妻子？那你带她见过大皇吗？当然，傅家历代主母都要拜见神兽大人，初浅自然有。神兽大人，她是初浅，是我最爱的女人。神兽大人您好，我叫黎初浅。副总，副总，您没事吧？都怪我。怪你。神兽大人今日异常暴躁，连我都不认。明白了，龙有匿名，神兽一人，六根不净、身怀罪孽之人，但凡靠近，必使其祸。您说的只是猜测，或许初浅当时激怒了神兽大人，但您可知道初浅为了赎罪，他都做了什么？他提出去城外礼佛，每个月为神兽大人连续祈祷7天7夜。是啊，云小姐，我嫂子当真是极好的人。当初我哥被下药，和他发生了关系，给了他1个亿，他1分都不要，坚持自己勤工俭学，坚持自己一个人带孩子，饿的时候连个馒头都啃不起呢。哎，等等，1个亿都不要，还馒头都吃不起，怎么可能啊？浅浅是我老太婆见过最善良的女孩，她来到我们傅家，根本就没有拿自己当少夫人，而且呢，
他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，给我们全家做早餐，还说他要伺候我们呢。啊，凌晨5点给你们全家起来做早饭？是啊，少夫人舍不得睡床，她还说床太好，自己不会睡，硬是打地铺，最后还是少爷强行把她摁到了床上。强行按到床上，然后呢？周少，这是我们家的私事。哦，抱歉啊。不过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么清纯至善的白莲花？我倒是不信他有这么好，但是就算我动用了全部力量，也查不出这个贱人有什么黑料。哦，有意思。云小姐，初浅如此善良，她怎么可能做出那种背逆人伦之事啊？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本来懒得管。但你腹中的孩子乃是邪术引，害的是你姐姐一尸两命，永受不入轮回之苦。她的执念，我不能不。哎，静静，我姐姐不入轮回，执念一直在受苦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姐姐她明明走得很安详啊。安详。送客。行。哎，不对，这可是我们家，你们送什么客呀？云淼小姐说了，这九霄云雀是她的，你们只是暂住在这里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你们该出去了。给你们几天时间收拾收拾，赶紧走。哎，我们平时今日打扰云小姐，告辞。初浅，你先别多想，好好休息一会儿。副总，我有点困，你多守我一会儿好吗？好。走！初浅，我在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刚刚仿佛陷入梦魇一般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是啊，嫂子，你都要吓死我们了。初浅，我带你去医院吧，我们好好检查一下。不是身体的事，副总，我想去见云小姐，问问我姐姐的事。好。云淼小姐。怎么了？云淼小姐，我梦到我姐姐了，她很痛苦，真的像您说的那样。所以你是想问我如何让你姐姐解脱？是。那就说出她的事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可我和我姐姐真的没有什么事。我和我姐姐都是孤儿，无父无母，从小相依为命。后来，她因为心脏病走得很突然，
然后我就委托庙里帮他处理后事，结果欠了一屁股债，只能努力打工。再后来，我就在打工的酒吧里碰到了被下药的富少。一夜之后，我就怀孕了。说真话。看来你确实什么也不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姐姐的尸体已被邪术入侵，死而不僵，不腐不化，魂灵永困尸身之内，不得解脱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姐姐下葬的时候明明还好好的。云淼小姐不可能弄错了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亲自开棺验尸啊。开棺？绝不可能！棺材葬时满是阴气，而浅浅怀着我傅家唯一的血脉，孩童本就阳气不足，若是被阴气冲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似乎懂得不少。是啊，傅少爷，你怎么会懂这些东西？周少似乎忘了，我也有江南佛子之称，好歹也在佛前礼过佛。幼时，我父亲教过我这些。不错，我儿一心向佛，当年就姑姑反对，出家修成佛爷，这才有了云深佛子之名。是这样吗？好了，浅浅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千万不能有事。可是云小姐都这么讲了，我怎么能安心啊？傅少，就当让我安心好不好？我们就去开棺看一眼，就一眼好不好？肚子里怀着傅家的子嗣，还想跑去开棺？若是孩子有什么闪失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哎呀，少说两句。浅浅，我们傅家3代单传，你肚子里边男孩可是命根子，哪怕有1/1000的风险，你也绝对不能乱来。看到了，你若开棺，你在傅家处境尴尬，你大可以选择忘记此事，安心做你的傅家少夫人，如何？姐姐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嘛？不许偷看哦。哦，好了，浅浅，睁眼吧。生日蛋糕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浅浅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姐姐。不过这个蛋糕怎么有钱买的？浅浅，姐姐没能力给你更好的生活，但至少你的生日，姐姐一定会让你过得开心。姐姐，好啦，快吹蜡烛许愿吧。我希望我能和我的姐姐永远开心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副总、奶奶，还有各位，谢谢你们，是你们让我在姐姐走了之后感受到家的温暖，谢谢你们。可这是两回事，我的姐姐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、最爱我的人。
我绝对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。云淼小姐，我决定开棺。有这样的妹妹，倒是值了。是啊，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女孩，明明都已经嫁入了江南首富世家，为了亲情还愿意抛弃这些荣华富贵，真是愚蠢到了极点。李初浅，你可想好了，你这么做是拿傅家3代单传的子嗣做冒险。从此以后，傅家就再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。你稍事了解。我知道，但无论如何，谁说傅家再无他容身之地？云生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他都这么不爱惜肚子里的孩子了。可笑，谁都没有钱珍惜这个孩子，他只是不想这孩子一出生就背负着害死亲姨娘的罪名。芊芊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你的傅先生会永远支持你。傅总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哎，有点过分了啊！备车，现在就出发。雨辰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奶奶，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只是不想我的妻子一辈子活得不安心。再说了，此事是云小姐点拨，我们如果不查清楚真相，如何面对云小姐？傅千雪倒是有个好重孙。带路。您请。跟上。给我回来！奶奶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无论是初浅还是他肚子里的孩子都不会有事。你不行不行，那可是我傅家的血脉。妈。这也太瘆得慌了吧！你怎么给你姐姐选了这么一块墓地？我记得之前这儿没有这么阴森，好冷。少爷，好了。这是……所有人退后！
邪术，血脉相连，以命为饵，唤起血亲，繁衍后代。所以你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姐姐，她真的一尸两命，永世不得超生吗？这么久了，尸体应该早已变成白骨，可现如今却不腐不朽，还如此诡异。哎呀，邪术，真的是邪术呀！好啊，原来你真是靠着邪术，用你姐姐的一尸两命换取怀沙傅家的子嗣。闭嘴！姐姐，你受了这么多苦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，姐姐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血脉相连，自然纠缠。可我姐姐和副总并没有血缘关系啊。是啊，月梅小姐，她跟傅少应该八竿子打不着。不对，如果没有血缘的话，那孩子……胡说八道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只是就事论事啊，这红线确实是从她肚子里衍生出来的，所以这孩子是你的，那她一尸两命也是你。副总，这不是真的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楚倩，你给我说，这怎么可能是？不是，那可是我的姐姐，那可是最爱我的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杀她？是啊，云氏，你个女人也就算了，可她肚子里怀的一定也是我们傅家的骨肉，你这么做，真是造孽呀！云氏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说了，不是我。傅少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只是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差不多也该交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声音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果然来了，快跑！完了，全都完了！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！我只是富家养女，没有血缘关系的，不要杀我！是你吗，姐姐？玉梅小姐，这会不会是执念等不及了，要动手了？不是，装神弄鬼罢了。云淼小姐，我求求你，我觉得你救救我姐姐，好不好？你也觉得刚才是你姐姐？那不然呢？除了她那个死去的姐姐作祟，还能有谁啊？玉梅小姐，您刚才说装神弄鬼，难道？十绝杀阵，灭绝开关之人，以防事情暴露。你做的确实谨慎。云淼小姐，你在跟谁讲话？找到你了，你是自己出来，还是我把你逼出来？
给脸不要脸。住持大师，住持大师，我委托司马里做法事，就是这位住持大师。怎么是你？不可能！不对呀，李小姐看到他惊讶也就怪了，这帮富家人怎么都跟看傻了一样？你们认识他？他是谁？你说。他叫傅金汉，是我那个已经出家的父亲，人称江南佛爷。秦小姐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我儿金汉，他一心向佛，他不是恶人呀。哦，我说为什么傅少爷会知道这些知识了？我秦大人说的没错，我乃出家之人，我佛慈悲，我怎会做出如此？闭嘴！你也配说慈悲？我知道了，李玉莲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是你？那刚才那估计是因为傅少是他儿子，所以他们有直接血缘关系。傅金汉，说你呢，傅金汉，你哄骗真心女子，怀着你的孩子含恨而亡，你可有丝毫愧疚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母亲，女神，快将这个诋毁我们傅家清誉的女疯子拿下！哎，你想死是不是？你敢这样说我云远小姐？自作孽不可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怎么会出来？为什么？不要！不，别杀我！父亲拜仁恩，因为我怀孕有了孩子，你念着我的好啊！说吧，他要你都说出来。我儿金汉，真的是你做了这天理不容之事吗？所以你一直在骗我是吗？那所以那天在寺庙里，我听到的罪人的声音，是在说你。我不觉得我对不起你啊！要不是我，你能怀上傅家的子嗣，我富贵享之不尽。傅总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初见，我们之间不必说这些。
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就是连半点慈悲心都没有，你也好意思称自己是佛爷？是啊，你明明一心向佛，世人都称你一声佛爷。狗屁佛爷！你以为我愿意做这个佛爷呀？若是我当年修炼邪法被你太奶奶发现，逼我出家，我何止于此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啊，我说呢，原来从一开始你就不是主动出家。我凭什么主动出家呀？我身为傅家的嫡长子，我生来就应该拥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扯远了，说你该说的。我修炼这个邪法，是为了吸取后代的气运，唤醒我自身修为的突飞猛进，神功大成就可长生不老，享尽着人世间的荣华富贵。你说什么？我应该是早就神功大成，就因为你这个废物太不争气。我是吸取了你些许气运，居然导致你绝嗣。绝嗣了没有后代，没有后代跟我吸取气运，那岂不是耽误了为父的修炼大计啊！畜生！我怎么就生下你这个畜生？母亲大人，别怪我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再说了，我不也想到了补救之法吗？咱们傅家不又有了新的子嗣了吗？我已经感受到了，这个孩子的基因无比的强大。吸干了他，我就可以神功大成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家重整傅家大权，我可以是傅家成为江南的王。所以，你害死了我姐姐和孩子还不够，你还要来害我的孩子，你还是人吗？不可能得逞的。我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啊不，好件事情啊，是赵正堂的圣旨大人教我如何运用邪法，边缘上床的，所以我就利用李玉莲这个贱人。又是赵正堂，这帮畜生真是阴魂不散。玉美小姐，必须收拾他们。所以，你为了制造后代，供你修炼，利用了李玉莲。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对李玉莲呀，虚情假意，关怀备至。她一个国院出身的女人，怎么见过如此场面呢？没多久，我就把她哄骗上床，而且成功让她怀了孕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人？我常年修炼邪法，阳气不足，这个孩子天生有残缺，根本生不下来。我这个贱人，恰好又发现了我修炼邪法，想跑，然后你就杀了他，一尸两命。那又如何？如此高贵的身份，啊！你宠幸她一个底层的女人，她非但不肯问，她还想跑，她就该死！你这个禽兽！
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。以我如此高贵的身份，全天下的女人，那还不都是求着让我睡？我给她一个孩子，难道这不是天大的恩赐吗？丧心病狂，无药可救。那之后呢？之后的事情，你们不都知道了吗？啊！我利用他的身体，然后让这个离出钱变成了好运之体，然后就下药的血啊！知道，这药不是我下的吗？也在我眼里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。我就是利用你这个没有脑子的女人，所以就不会有人怀疑到我的身上。我的赌局啊，天衣无缝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就可以使傅家持续的繁衍下去，源源不断的子嗣供我修炼邪法，甚至助我飞升在天。只可惜，只差一步，我只差一步呀！不是差一步，是善恶有报。你作恶多端，自会遇到结束。我不管什么善恶有报，这一次我认栽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也是一个修炼之人，不就是重整我的神功来的吗？这样，我愿意把我的神功传授于你，请你可以放我去吧，解决他。我不想死了！我不想死！好鬼也行啊！好熟悉的感觉，姐姐，是你吗？姐姐，哎，这对姐妹还真是同人不同命。虽然都被豪风看上，但是结局却完全不同。他姐姐的执念，应该就是报复傅金汉，保护妹妹。如今看来，应该是心愿圆满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别丢下我，姐姐！还没结束，跟来。他居然还没死。邪法之躯没那么容易死。现在死了。云淼，你又破坏了我的计划。很好，这是我很期待和你的最终对决。
玄妙小姐，这究竟是？回去吧。云小姐，这次多亏了您出手，救了我们全家，我和浅浅感激不尽。云小姐，这是九霄云雀的钥匙，请您收下。您真的要用元神玻璃之术来分裂您的记忆吗？小姐，您真的要用元神玻璃之术来分裂您的记忆吗？无妨。千雪，这一局我必须胜。些许痛苦而已，你该为我高兴。可是小姐，那可是元神撕裂之痛，千雪恨不得以身代小姐受苦。这样的事我以前应该也做过，虽然我不记得。快了，100年之后便是与你对决之时。准备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云淼小姐，你可算出来！你一去就是9天9夜，你吓死我了！9天9夜？是啊，您进去了9天，我就在外面守了9天，我吃饭睡觉我就不敢离开。还好您没事，不然我都没脸给您当奴才了。没出息。所以云淼小姐，这次到底想起来了什么？一些陈年旧事，模糊不清。神女村，这是傅家的执念吗？对呀。
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。神女村的人，神女村的人，神女村？什么神女村？怎么从来没听过？去查。终于到了万众期待的时刻。放心吧，玉曼小姐，交给我。喂，江哥，江湖救急，快点！我操，周福生，你现在让我江湖救急都这么霸气了啊！我他妈……哎呀，好江哥，好江哥，我不都已经许诺你于淼小姐身边的第二大奴才了吗？你呀，你没问题，不过我有条件，下次换我伺候于淼小姐。啊，好的，没问题哦，下次一定是这样。你赶紧去查查这个神女村，这个有可能关乎到于淼小姐的身世，很着急的。等我消息。好嘞。于淼小姐，查到了，这是一处很偏僻又古老的村子，那里的村民都是由逃避战乱的人聚集而成。不知多少年前，他们突遇了一场大旱，可是又遇到了神女降世天降甘露，故而得名。据说当年的村民还为了这个神女修建了雕像，你看，这就是。哎，这雕像不就是于淼小姐您吗？我好像记起来了，这东西很重要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于淼小姐这么凝重的表情，这东西一定极其重要。去神女村找到的。这也太偏僻了。如果不是于淼小姐您引导，鬼才找得到这地方。这天还没黑呢，这村子怎么这么一死啊？看来是这里了。我写下来。哟，外乡人，好久没来外乡人了。这细皮嫩肉的，这回你可别跟我抢啊！于淼小姐，他们俩是不是把我们俩当肥羊了？去问问。哎，两位啊，这里是神女村吗？哎，是。你们是来看神女像的吧？你们怎么知道？哎呀，我们这穷小僻壤、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出个山至少要7天。要不是有神女像，谁还来我们这穷地方？哎，那你们村子里神女像？神女像，我现在带你们去看。哎，你个瘪子，都说了别跟我抢了，还抢？去！先到先得，我给你。不是，两位大哥，您别打了，不就是要点导游费吗？你们俩一起带我们过去，一人一半。哎，行，一人一半，那一半啊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哎，这个臭丫头，少管闲事！你们两个帮着白人心助纣为虐，偏要管。助纣为虐，现在人家全村都指望白首复活呢，你不也是吗？白首富是谁？还能是谁？我们村首富白人心，为富不仁的大坏蛋。我们村大旱3年，就他家有洪水，全村都靠他们家活着。哦，洪水。洪水，就是淡红色的水，虽然有点怪，但是喝起来甜甜的。虽然偶尔会有点腥。行，那别扯那没有用的。哎，现在神女像就在白首富家，我带你们去看。来，哎，还想骗人是吧？快滚！小心老子要收拾你们！你等着，等着啊！走，等着。两位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就是这。说来话长，这
这里不是说话的地儿，两位跟我请。你们村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是大旱3年，白人心趁机垄断水源，控制了全村。现在老族长正在找人祈雨呢。那是白人。这是……没什么，你们快跟我走吧，别靠近那儿。急急如律令，四海龙王听我令，雨来！道长，齐道长，你没事吧？道爷没事。不过，你们村有怨灵作祟，不让这求雨仪式成功啊！这可是不好吵啊！是啊，我们村已经大旱3年，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呀。不慌，贫道还有压箱底的法子，定能降雨。不过，此举有损贫道道行。齐道长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们……哎呀，虚的就别搞了嘛。那我们……哎呀，加钱就行，只要你们加3倍的价钱，贫道就算自损100年道行，也一定帮你们把雨求下来。月月小姐，这家伙这么贪财，骗子！就怪他，就怪他。不，他确实有些道行。这位姑娘也是我道门中人，看起来太年轻了，这件事儿你掺和不了，快走吧。哎，你这老东说什么呢？无妨，我也想看看道门的手。此事涉及怨灵因果，你们除了给我加钱之外，还要告诉我，村子近几年可有发生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？哎呀，还支支吾吾的，再继续这样，除非再给我加钱，不然道爷我可不伺候了。道长，我说是念如姐，念如姐被白人心那个畜生给活活害死了。老族长，事到如今还要瞒下去吗？不仅是念如姐，您儿子大勇哥不也是因此而死的吗？我们村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不都是白人心那个畜生害的？刘七可不知啊，可白人心现在掌控着咱们全族人的生死，所以你们就任由他们继续嚣张下去？你不能忍，我忍不了。既然如此，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对，有道爷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，尽管直说。当年念如姐和大勇哥两情相悦，可是念如姐的父亲，也就是白日心那个混蛋，棒打鸳鸯。念如姐万念俱灰之下，选择了跳井自杀。大勇哥也绝望的投井殉情了。看来这个白人心还真不是一个好东西啊！岂止！本来因为大旱，井水就已经快要干了。是念如姐信奉神女，日夜在井口面前祈求神女庇佑，井水这才时有时无的。可是自从念如姐死后，这井水在白天就彻底没有了。白天彻底干了，也就是说晚上还会出水？会。可是晚上这水取不到，会死人的。
晚上这水取不通，会死人的。哦，自从念如姐和大勇哥死后，那口井一到晚上就阴森的很，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哭的声音。云亮，不用勉强自己，还是我来说吧。这位姑娘，是这样的，那个酒非常诡异，只要有人靠近打水，就会有头发从里面出来，把人缠住，往里面拉。什么？是真的。要不是我反应快，那一次我就没命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立了牌子，严禁任何人靠近。唉，只可惜还是有人不信邪，夜里偷偷的去井边打了水，死了好几个人以后，大家就再也不敢去了。怨念深重，竟能如此害人性命，有些棘手啊。那你们为什么不逃离这个村子呀？出去也可以讨生活呀。我们白氏一族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，守护着神女像，怎么能离开呢？更何况我们也走不掉。走不掉？什么意思？是字面意思。这村子仿佛被什么东西下了诅咒，只要有人离开这村子，过不了几日就会传来暴毙的噩耗。是啊，待在这里尚且能活，只要我们一离开这儿，却一定会死。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那你们靠什么活呢？你们又没有水。是白人心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种叫洪水的东西，定期发给全村。现在我们全村人的财物都被他搜挖走，甚至还有族长家祖祖辈辈守护的神女像。所以他这是垄断水源，谋取私利。带我去井边看看。带我去井边看看。云小姐，万万不可，这太危险了。就是啊，云小姐，这天就要黑了，这个时候靠近井边，那东西一定会出来，到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无妨，带路吧。好胆色，不愧是我道门后辈。放心，有道爷我在，保你们无忧。我们走。诸位乡亲不必惊慌，有道爷在，亮的阴邪也不敢作祟。这怨气竟如此深重。徐淼小姐，她好像怂了。没事，你去打水。没事就好。我。不好！这是杀人法，世间排行第10的冤邪之物，大家快跑！后辈，好好看看，何为道门表率？云淼小姐，
来！你干什么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天下排名第10的怨邪之物在于淼小姐手上，乖得跟个猫一样。有点意思。解决了。云小姐，您说解决了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大家可以取水了？水？哪里来的水？就是。原来这口井出的从来都不是水，而是血。没有水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这件事怎么回事？很简单，这口井有人设下阵法，制造冒出井水的假象，目的是为了瞒天过海，滋养邪物。如此一来，邪气愈盛，便渐渐生成了离村而亡的诅咒。什么？是谁这么阴毒啊？还能是谁？肯定是白人心。我就说他怎么可以制作出洪水那种诡异的东西，原来是靠这种邪物，靠我们全村人的命。所以说那个白人心拿村民的命培育出邪物，再拿培育出的邪物弄出洪水，控制全村。我去，简直就是畜生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，老组长，七婶她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是七婶的孩子快渴死了，他去白人仙家跪求他给口水喝，结果他非但不给，还说今后都不会给水了。七婶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渴死，就一头撞死在了白人仙家。又是一条人命啊！白人心就不怕下地狱吗？快带我去看看。我们一起去。我们也去。白人心，你这个畜生，给我滚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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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白人心完蛋了。进去看看。他就是白人仙，吃这么胖，平日里吃的挺好的呀，果然是个为富不仁的畜生。知道了，别急，很快。你们这些狗东西，我给你们洪水让你们活命，你却来攻击我家，怎么？我不给你们洪水，你们还要抢吗？白人仙，咱们村已经够难了，我之前对你一再忍让，可你却利用邪法祸害全村，甚至用大家伙的性命换你的富贵。你还有半点良心吗？老东西，你是疯了！
当初如果不是我大发慈悲给你洪水，你就已经渴死了。是谁给你的脸，敢在这诋毁我？混蛋！你居然敢打族长！我打的就是这条忘恩负义的老狗！现在带着你的人立刻滚，否则这个月、下个月、下个月的洪水，你们一滴都别想要！白人心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威胁乡亲？我真是后悔。打勇士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没和你拼命？不然，怎么会有今天？族长，现在还来得及，我们今天一样能收拾他。对，白日心，今天你不给我们留活路，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就和你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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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群畜生都不如的东西！你们活着都靠的是我，怎么？我让你们活命，你们要跟我拼命？白人心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拿乡亲们的命来换洪水，去私自可恨，每个月就给我们那么一点点，吊着我们的命。这个畜生，你简直丧尽天良！死丫头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用乡亲的命来换洪水了？白人心，你还装什么呀？我们大家伙都看到了，在井里蓄养邪物。你少胡说八道！我从没做过这种事儿。混蛋，到现在嘴里还没有一句实话是吧？啊，你简直就是混蛋！你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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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住口！一群白眼狼，不知道真相的蠢货！现在立刻给我滚！都滚！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？白日心，你把所有的洪水都交出来，那可是乡亲们用命换来的。交水！交水！交水！好啊！我真的是救了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你们想要洪水是吧？好，来拿！来拿！这白心那么胖的身体，为什么里面全是棉花呀？白日心，你这是在耍什么花样啊？花粥。陈丫头，你难道到现在还不明白洪水到底是怎么来的吗？难道是？不错，就是我的血肉化成的血水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就不可能了？啊？怎么就不可能了？我血肉化的血水救了你们。你们要洪水，是我不想多给你们吗？看看我的身体，我还做得到吗？假的，这一定是你使的花招，一定是你的谎言。谎言？有把自己作践成这副鬼样子的谎言，需要编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到底？老爷。好了，事已至此，再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了。不，有意义。你女儿让你说。你说什么？我女儿？不，这不可能。我女儿明明已经……哦，你都做过什么？这不关你这个外乡人的事儿。我警告你，少在这儿妖言惑众。好啊，我就知道，白人心，你绝对有问题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忍辱负重的话，为什么
又偏偏把聂如姐给逼死呢？没错，你逼死自己亲生女儿，你好意思说你自己是好人吗？你懂什么？我是逼死了自己的女儿，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我想让她去城里，我不想让她这一辈子都窝在这个小山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女儿居然这么爱你的儿子，她宁可自杀，她也不愿意听我这个亲生爸爸的话。聂如啊，聂如，你是个挺好的女孩，是我们家对不起你呀。老族长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也是受害者，明明聂如姐是被他给逼死的。你们知道我逼死自己的女儿，我自己的心里有多痛苦？我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悔恨的煎熬之中，直到那一晚，我女儿她给我托梦，她让我向神女求水，来救救全村。既然是这样，我恨死你们了！我根本就不想搭理你们的死活。可是我女儿她接二连三的托梦，她求我，我心软了。我用自己的血肉，我和神女换来洪水，我救了全村。白日曦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们当然不想这是真的了，因为在你们一个个人的眼里，我白人心就是一个为富不仁的畜生。但是你们现在能活着，全都是因为你们口中这个畜生身上的血肉换来的。那你们呢？你们是什么东西？难道真是我们错怪他了？我们一直以来都误会他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白人心。阿白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用活人的血肉祭祀，这是邪神祭祀，我如何对大家坦白？行了，姓白了，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。我们家云淼小姐怎么可能需要那些邪门的术来供养？我们在说神女，关你家小姐什么事儿？那不就是我们？你不认识我？对呀。照你的说法，你需要祈求神女给你洪水，可是你竟然连云淼小姐都不认识，你在说谎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，你还不承认？带我去见见你们的神女像。凭什么带你去？这不是请求，是命令。行了，行了，你根本拦不住云淼小姐，识相赶紧带路。既然你要去，就随我来，但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心若不诚，必遭反噬。好冷，好重的血气。稍安勿躁。老爷，真让这群人参拜神女，他们可是大金莲教。无妨，先祖有训，无论是天大的矛盾，在神女面前皆要放下，祖训不可违。点香。诸位，
按照礼仪参拜神女。跪！1拜，2拜，3拜。看来这些人还是很信奉神女。刚才喊着要打要杀的，现在在神女面前都不提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神女面前怎可如此失礼？还不快跪下，求神女庇护！什么？这是你们村的神女？那不然呢？不对呀，你们村的神女不应该是云淼小姐的神像吗？休得胡言乱语！此乃我村供奉神女，阿后随姬娘娘，乃是救过我先祖的存在。随姬娘娘？不对，你们供奉神女应该是给予你们甘霖的神女啊！哼，随姬娘娘面前也敢造次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云淼小姐，快停下！你这样直视神灵，神女会降下神罚的。娘娘息怒！娘娘息怒！娘娘息怒！身体不受控制了，中邪门了！云淼小姐，早就说了，跪拜神女，不曾则死，是他自己自不量力。就这。等等，居然敢伤害！以后住手！住干！原来如此。练！我求求你不要！女儿，我的女儿啊！女儿，你还我女儿！哎，你别动动！我求求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别动动！所以是你干的？啊，对，是我。你小心点，你别伤到她。我的天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云淼小姐这么生气，这是发生了什么啊？你这是干了什么？替换我的神像，还将活人魂魄封印其中，折磨为怨女。你该死！好啊，我就说这神像怎么看都不像云淼小姐。原来如此，白仁心，你究竟跟这个人什么仇什么怨？你要如此的折磨他？等等，你刚才好像喊了自己的女儿，难道你折磨的这个人就是你的女儿？白仁心，你个畜生！你对念如姐都做了什么？白仁心，念如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把她逼死都不够，为什么还要做出这等畜生不如的事啊？白仁心，你简直就是畜生中的畜生！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不是这样的！我的妈呀，我女儿，
我怎么会折磨他？我所做的事，是为了让他复活。复活？复活？没错。自打我女儿死了之后，我悔恨交加。家王这时，我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古籍，上边就记载了让他复活的方法。能将死人复活？真的假的？生死之间有大恐怖，阴阳两界未尽分明，故人死不能复生。你胡说！我已经得到了复活之法，一定行，一定行！复活？你看他这般痛苦挣扎的样子，像是要复活吗？玉美小姐，所以白人心做的都没有用，这样只能徒劳的折磨他女儿的魂魄。白人心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？念如姐那么好，你忍心吗？造孽！造孽呀！不是这样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明白了，这一定是你们的障眼法。那本古籍明明记载，只要我做到2件事，我就能复活我女儿。哦，哪2件事？告诉你，只要我拿到神像，容纳分享我女儿的残魂。你当初找老族长借神女像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目的。白人心，你居然用我们世代守护的神女像治鬼域邪法，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背叛神女大人？我女儿都死了，我管她神女，只要我女儿能复活，别说神女，谁我都能背叛。玉美小姐，这家伙有点疯癫了吧？说第2件事。第二就是将我这个嫡亲的父亲全身的血肉融入到所有的村民体内，吸收他们的生命力，汇聚在一起，成为我女儿新躯体的样子。你说什么？白人心，你这是要害我们全村呢！好啊，我就说你为什么舍生取义，割肉喂鹰？原来你准备吸食全村人的生命力，你简直丧尽天良！那又如何？我说过，只要能复活我女儿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这个畜生，我杀了你们！住手！听他说。林小姐，多谢您为我们村查出了真相，现在事情已经明朗了，请您不要阻止我们清理门户。没错，像他这样的畜生，丧尽天良，就该死！该死！你真该死！该死呀！你他可以死，但现在事情还没弄清，他就不能死。林小姐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有大神通，你能让我的女儿复活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帮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可怜，你到现在还认为你可以复活你的女儿？当然，我一路布置过来，所有的征兆皆和古籍相吻合，只差最后一步。只要有足够的生命力，在于这个封印我女儿的雕像。那就看看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。当然是我女儿，这是我亲手雕的我女儿的雕像，她还会有错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勇哥。云美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说这是白小姐的雕像吗？相由心生，雕像里装的谁的魂魄，它便自然像谁。
绝对不可能。是我亲自施法为我女儿招魂的，绝对不可能招错。是吗？那就好好想想，你招魂是在什么时候？我女儿投井自杀的头七，那天只有我女儿死了，所以绝对不会有其他。念如姐万念俱灰之下，选择了跳井自杀。大勇哥也绝望的投井殉情了。我知道了，事发当天除了你女儿死之外，老族长的儿子也死了。所以说，这里面装的真的是我的儿子。儿啊，我的儿子，妈来了，是爸爱你受苦了。老族长，你别太激动了，身体要紧。白仁心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为什么要折磨我的儿子？白仁心，你到底还要做到什么时候？念如姐，大勇哥，你到底要害多少人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我女儿的魂魄一定在里面，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滚开！不要打扰老族长和大勇哥父子团聚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我的女儿，还给我！你们还给我！你们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啊！真是讽刺啊！你处心积虑，结果连第一步都做错了。就算你按照你的计划完全实行，到头来也根本不可能见到你的女儿。不要说了，你们不要说了！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我根本就无法复活我的女儿。但我做的这一切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可怜天下父母心呀！只不过不管你多么的爱你自己的女儿，你都不能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做恶事。种恶因得恶果，活该！那么，我的女儿到底在哪里？在这儿。可不可以见见她？不能，阴阳两隔，生死茫茫。况且你身上罪孽过重，没资格见她。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啊！我罪孽深重，我罪该万死啊！在我临死之前，你让我和他见见面吧，我求求你。白玉溪，你别做梦了。面如那么好的人，他要是知道你恶贯满盈，怎么可能愿意再见你？白仁心，你坏事做尽，而且你还是害死念如姐的直接手笔。念如姐不直接找你复仇，都是她心善了。没错，白仁心，你活该！活该！活该！不是的，我女儿她还能活，只要我把全村的人都吸干，她还能活。徐梦小姐，她这什么情况？邪法反噬，油尽灯枯，她时间不多了，不必理会。哦，林小姐，我谢您对平生所做的一切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无妨，
此物已被邪术入侵，你若还留着，早晚会害了你。多谢云小姐提醒，我这就回去把她和我儿子的尸体下葬，入土为安。云美小姐，这件事情说到底，就同样都是2个孩子死了。这个白人心一心要复活自己的女儿，害了所有人，直到现在都看不清楚局势。这个老族长倒是看得开，选择放下，为这个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啊！你说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他老族长看得开。看得开？如果是你的孩子死了，哪怕有1/1000的机会可以救他，你会轻易放弃吗？云美小姐，您这话说的，我哪来的孩子？如果是我爸的话，他应该也会像白人心一样选择不择手段的复活。大哥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您是说老族长接受的太快了，这其中有问题？跟上去看看便知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在家守好。是。老爷。好儿子，你到底还是帮你爸完成了心愿。这么一来，随姬娘娘终于可以真正的诞生了。老族长，刚才你这是……老族长，刚才你这是……林小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突然想到，此物怨气过重，还是化解为好，否则会伤了你。哈哈，林小姐，您说笑了，这等事情无需劳烦于您。哇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哇，住手！我好不容易找救的7匹人，你凭什么化解？你老畜生，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人脸还给我！人脸还给我！从头到尾，你都被他设计了。你女儿的死，恐怕也不是自杀。至于真相，就要问他了。是你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我女儿是怎么死的？我什么都没做！不要听那个妖女妖言惑众！别再挖井别念！我求求你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念如，孩子，念如，你爸还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？我爸说，除非你答应入赘当上门女婿，否则他绝不答应。他就是知道老族长不可能同意，所以才提了这个要求。不，你告诉你爸，我答应入赘。可是大勇哥，老族长最看重这些了，他不可能答应的。所以我们才要偷偷绕过我爸，把事情办妥。到时候木已成舟，他自然会答应的。可是聂如，
你知道的，你是我此生最爱的女人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与你相比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。大勇哥，姐，勾引我儿子，还想让我儿子入赘。你是想让我家绝后，让我无颜面对列祖列宗？我死了都要被人捉脊梁骨啊！好了，大勇哥，我要去向神女祈祷，希望这次水能出来更多些。废话，一个女人而已，就让你丢了魂。为了白氏一族的颜面，这个女人留不住了。为了一个女人寻死，也罢，算了，反正你们俩都会成为随姬娘娘的肥料。千柔，居然是这么死！我居然是你杀的！老畜生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我的人，为什么会是这个时候？哎，你就因为这么点事儿杀了你亲儿子还有准儿媳？当然不会，是因为这点事。早就看不惯这个白人心了。凭什么就能让我的儿子入赘到他家？我才是白氏一族的主子，他这是大逆不道。没那么简单，说说随姬娘娘是怎么回事？随姬娘娘，对，我就是想培育随姬娘娘。老族长，当初是你跟我说，你从先人的古籍中发现我们信奉的神女真正的名号是随姬娘娘的。那当然都是骗你们的。神女教早就被我调包了，敬奉随姬娘娘，恐怕早就忘了神女像原来的面貌了吧？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神女像有着磅礴的神力，可惜却不能为我所用，所以我翻遍了所有的古籍，终于被我找到了一代桃江之法，也就是培育随姬娘娘。我懂了，这个随姬娘娘就是你培育出来的邪物。如果培育的顺利的话，女神像的神力就会转移到随姬娘娘的身上，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吸收这股神力，一步登天，当场飞升。就为了这个目的，你连亲生儿子都可以献祭。我本来也不想这样，谁让他和那个白年鼠说了一对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亡命鸳鸯。亡命鸳鸯，那能有什么用啊？哼，当然有用。亡命鸳鸯，三魂纠缠，想把他女儿的尸体做成了杀人的头发，然后再把我儿子的残魂融入到随姬娘娘的神像中，折磨成怨念。等到
怨念充实，时机合适，二者为一，便可大功告成。所以，我招的魂才能莫名其妙的变成你的儿子。不对，从一开始，那本古籍就是你故意安排给我，一直都在利用我。没错。可笑的是，你这个蠢货，竟然还妄想着复活你的女儿！我告诉你，不可能了！你所做的一切，只不过是我的假意。玉美小姐，他这是怎么回事？油尽灯枯，要死了。小姐，我知道是我女儿找的，我快不行了，我求你帮他帮上，这。徐小姐，千万不能去看，我还有价值。对了，我可以把李太太讲的秘方交给你。不需要。就你也想贿赂我们云淼小姐？你不配！你们不能杀了我！你们杀了我，这整个神域村的村民都要跟着完了。你说什么？别忘了，洪水的秘制方法我也会。而云心这个废物，现在已经不行了。整个神域村现在只能指我活命。你倒是挺会挣扎，可惜你太天真了。你那点小事，在我们伟大的云淼小姐面前，那就都不是事儿。只要云淼小姐能降下甘露，村子就能恢复往日的安宁。云淼小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您真的能降雨？就算后辈不行，还有我这个道门翘楚。没想到贫道还真看走眼了，你是这样一个人面兽心的东西。不过村民们都是无辜的，贫道一定全力降雨，解救苍生于道雪。这家伙词儿倒是一套一套的。降雨？不可能的！你们以为这场持续多年的诡异大旱是怎么来的？黑水姬娘娘做天地之兆，会导致水脉失衡，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就算是大罗极仙来了，也无法逆转了。这水脉失衡，贫道也解释不了。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你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随便你们怎么说，反正这个破地方永远不可能下雨了。哼，你们想活命，只有倚仗我的洪水。哦，是吗？玉美小姐，难道您终于要出手了吗？哎呀，不可能！水脉失衡，就算我道门当今大能亲自来了，也不可能降雨呀。你最后的执念，我允了。哎呀，折腾这么久，天都亮了。
风来。这怎么可能？三清道祖在上，你这是在祈雨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云来。真来！天哪！神女降下甘霖的传说，居然是真的！不可能，无非是风云而已，没有一滴甘霖。雷来。道祖在上，贫道终于见到天道半分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来，降下甘露啊！雨来。雨水，甘霖，有救了！我们神女村有救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神女村的水脉一颤，任何求雨术都不可能生效。天道不可能允许降雨的呀！谁告诉你，雨由天定？后辈，不，云小姐，您刚刚说什么？这雨水乃是天道的一部分，怎能不由天来决定？云南小姐，神话故事里，泾河龙王就是因为誓宁不语出现了一点纰漏，所以就被斩了。这样的话，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天谴，是天谴，天谴来了！哎呀，不好，此番天谴，贫道也抵挡不得呀。雨下大点。云南小姐，你这不会是在使唤天谴吧？这不对呀，这不科学呀！这也不玄学呀，这也。这场雨会下足3个时辰，从今你们村子也会风调雨顺。至于你，也该上路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您不是祖祖辈辈都世代供奉的神女，如今神女现世，你们反而认不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神女？你说她是神女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女，难怪会有如此通天的修为。见过神女。神女。起来吧。谢神女。多谢神女。我会出事。她竟然是神女！神女！神女降世了！神女降世了！老夫受的不冤。啊！去陪你父亲最后一程吧。是你们，居然是你们！
好女人，好人。唉，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。这场雨倒是让我感应到了神像所在。此间事了，走了。哎，徐美小姐，这雨……徐美小姐，请。恭送神女。神女，您教教我嘛！神女，您别走啊，神女。徐美小姐，刚才您的一手是怎么弄的呀？您能不能教教我呀？我也想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徐美小姐，这就是您留在这里的记忆吗？致3000年后的我。